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地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柯仁俊。大家好。好，那上礼拜五，那你最关心的当然一定是柯文哲主席。对，那北院最后裁定延压2个月。那当然媒体就有人开始揣测说，延压2个月，所以柯文哲主席会不会在今年年底？因为延压的时间算一算，要到明年1月初 ，OK？ 那会不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不会做起诉的一个动作？可是北检动作还是不断 ，OK？ 那包括今天盛货有一则新闻是说，检联是不是有传？还记得柯文哲主席有买一栋4300万的商办？那是不是有传那个商办的租客来问？你就问为什么要问商办的租客呢？那个钱柯文哲主义说是用选举补助款，但那个金流之间，大家是不是到最起码到现在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些金流到底是怎么买卖的一些状况？陈明出来开记者会，好像这部分也没有交代得非常清楚，是检联在这方面要再另辟蹊径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橘子现在看起来真的要橘欲怀为止吗？因为已经不在日本了，真的不在日本吗？10月初，然后媒体报道是不是就已经到了澳洲去？那橘子如果到了澳洲的话，是不是更麻烦？橘子在这个案子里面，是不是感觉起来越来越重要？当然，柯文哲主席的延压还没延压以前，我就讲。如果北检你要延压柯文哲主席的话，那整个政治上一些效应，果不其然，包括现在对整个民众党来讲，态度是不是有点转变？那全部都挺柯文哲主席，就是抗告。那黄昌生活直接讲说，只要多压1天，受重创的不是柯文哲，是台湾的司法，真的是这样吗？你如果真的这样讲，好，从橘子开始一直到现在，快点是橘子那天媒体报说跑到澳洲，有没有觉得很压抑？有。对啊，怎么会觉得你在日本待着窝着，没有人知道就算，来跑澳洲？是我先讲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开始质疑就是讲说，怎么会这样？不是被通缉了吗？怎么还可以飞来飞去？对，一开始不是林珍宇议员出来讲说，橘子是去游学，我说这个游学团很豪华，日本在交换学生到澳洲，这不是嘛？就代表说不是去游学。那我先讲就是我们外交部领事局它注销护照的机制是这样，我们本来以为说可能全世界有一个连线系统，然后注销之后全世界都知道，没有。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会跟各个国家个别通知，所以日本讲日本，然后接下来还要再跟澳洲讲。现在领务局讲说各国都有通知，可是会有时间差啦。就是你过去之后，你还要跟对方讲，好啊，如果贵国政府可以帮忙我们啊，这位许姓小姐。到时候他注销护照了，可是我会给你一个临时证件，啊，请他让他拿这临时证件可以飞回台湾接受司法调查，这有时间差。OK，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资讯就是说，媒体报道是讲。好像在10月初，橘子就已经从日本跑去澳洲。我要讲不一定10月初因为如果依我刚才讲的领务局通知各个国家的注销护照时间的话，12/5前后都有可能所以一路从10月初到10月底都有可能到澳洲。那大家就问为什么去澳洲嘛？日本待好好的，我们现在大概几方的专家问完之后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第一个，日本真的高度风险，就是说。台湾人在那边真的太多了，我们看到会有人讲说在大阪遇到了，搞不好到时候调查局祭出奖金制度，然后搞不好就有人去通报，所以确实在日本被台湾人发现的几率比较高。那澳洲呢，很多人讲说这个兔子跟那个无尾熊跟不是无尾熊，兔子跟袋鼠比人还多嘛，对，所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能比较不容易被遇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资深媒体人中年晃讲出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澳洲因为它国家的历史，所以它有发一个证件叫做难民签证，而这个难民签证可以先从观光签证进去，3个月的时间可以待，可是这3个月如果他要找到专业的律师协助他，他可以去申请一个难民签证。难民签证很难申请，申请的时间3年，3年之后只有1/10的人申请到，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这3年的时间。橘子都可以以申请这个难民签证的名义，有在澳洲合法居留权，所以橘子在澳洲可以一待3年。对，然后这3年的时间，他就跟澳洲政府去诉求，你看民众党党主席被破坏，我是他身边最重要的人，我是被政治迫害，用这方式去拿嘛。所以我退一万步讲今天橘子假如真的在澳洲，而且真的是如同晃哥讲的，真的申请这个难民签证，3年之后他拿不拿到不是重点，可是这3年的时间。他可以不用回来。现在最恐怖的地方来了，为什么大家讲有高人指点？五哥是专业律师，我们问一个可能性：
柯文哲被压2个月、2个月、4个月之后，检方有压力，一定要起诉。一起诉之后，手上所有的证据在法院上全部摊出来，是你不能有保留了。好，在一审的时候，在3年，假设3年之内，一审一定会判吧？甚至连高院都会判的嘛，2年到3年，高院都判了嘛。你所有的证据全部在法院上面两边攻防，而如果检方唯独缺橘子的这一段证据，这个官司打输了，橘子等到1审判、2审判完，这个案子都结束，几年之后再回来啊，那到时候同一个案子有新证据，可不可以重新启动？这个法律上面它的要件是很严苛的，这案子搞不好就结束了。法律上认为说，检方我给你充足的时间办了，你办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讲有高人指点？我们从民众党的态度就知道，民众党是鼓励橘子不要回来的。吴春成立委他怎么讲？我们的司法这样子，橘子有可能回来吗？这句话是不是就是鼓励他不要回来？民众党是从党籍立委的角度鼓励他不要回来。所以有5个我自己的研判是这样，我认为民众党现在在看，甚至柯文哲在看，假如柯文哲到时候被起诉，证据全部摊开，橘子如果回来之后，他能够讲的证据对柯文哲有利，就会叫他回来。到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讲说会不会串证什么，不用啦，他们隔空就好了啊。这是像是换陈玉珍出来讲，不是陈玉珍，那个麦玉成陈玉珍林涛不会让他讲，麦玉成出来讲，然后就讲说，橘子呼吁你赶快回来台湾面对司法，讯号就点燃了嘛，就回来，那可能整个最后法律上面对柯文哲就会非常有利，所以真的是很奇怪啦。我真的希望这些都是谣言，这些是幻想文。我真的希望科幻小说是这个飞来飞去是科幻小说，面对司法是国民应尽的业务。你真的认为柯文哲是被政治迫害，柯文哲是被政治查案，你就回来证明他的清白。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橘子当那个新闻说他飞到澳洲去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关心这个案子的人，大概都跟刚才冠廷讲的一样，应该大家都心头一惊，飞澳洲，那这么好，如果要是真的有刚才冠廷讲的难民签证，然后中间3年那个。说实话，你如果真的不问专业中的专业，你问一般律师，他大概也不知道。那办一般移民签证啦，或什么签证会是由哪一块？这一定是非常专业律师的那一块。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飞澳洲，为什么会选澳洲？会不会有刚才冠廷讲的那样的一些的考量点，甚或橘子回来与否？我记得在我们节目来宾曾经有人也有过这样一些观点，就是讲说，等到起诉以后嘛，反正证据来看嘛，大家把证据看完以后，再决定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如果现在将军，所以现在橘子呢？现在橘子已经重要到连检方现在是最急的吧？不是民众党最急，是检方最急的吧？现在变成这样。现在我觉得观众跟人民可能比检方还急啊。每一天我在任何地方碰到地区选民，他就跟我说：“那个橘子回来没有？”我说：“关你什么事啊？那是民众党都不讲。”对，民众党不急，我们很急。因为我们支持柯文哲的想知道柯文哲是不是清白的。问我这些话的人，可能是支持柯文哲的人。他说希望橘子回来，把事情摊开一讲，柯文哲清白，就打脸这些黑柯文哲的人。有道理啊。另外一波就是希望看看柯文哲是不是真的这么贪，这么贪，给他关起来。这2批都在问，不管是支持柯文哲还是不支持柯文哲，都在问橘子怎么还不回来，到底到哪里去了？突然传出他到澳洲去了。这个从日本的 Momoko 变成澳洲袋鼠，这会不会差太远啊？对不对？唯一可以想通就是说，因为在日本很多台湾人，日本有很多著名的街道或者风景区，你进去会听到讲台语的。可是你到澳洲去都是讲金片子的，都讲金片子的，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的人比较多，对，都是讲金片子的。金片子的人通常对柯文哲是比较有好感的，对，所以说这个橘子也聪明，如果成真，他真的是从日本跑到澳洲去，好地方。因为至少他没有到那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将军，当然我们的外交处境是非常困难，我们都很大部分一些的国家，我们没有正式的一个外交关系啦或什么，所以你讲说包括司法互助啦或什么，有很多地方会有相当的困难。对，但是我们澳洲，我记得是韩国瑜选总统那一次吗？有一个向心案，王立强嘛，向心啊，王立强这些。我们跟澳洲意思，这个案子会不会告诉很多人说，如果你要跑，就跑澳洲，就跑哪里？你知道吗？他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就如果真的有人看澳洲，原来跑那就可以有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好用，会不会真的都有人这样想？难道我们真的拿这些人都没有？包括啦，等一下大家会讨论到那个陈其玉，就是前高雄副市长台盐，对台盐那个案子嘛。
就怎么这些人跑，然后不管你是有没有做汤啊跑或什么什么这些，难道跑了我们就真的都没辙了吗？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就有责了啊，直接把你绑回来就好了，对不对？直接把你绑回来。但是因为毕竟台湾是个法治的国家，我们不能用这种秘密警察的方式，当然，所以说只有透过私下的协商，透过私下的一些协调，能够帮就帮，不能帮，说句实话就慢慢等。民众党应该是支持柯文哲的吧？我这样讲应该没有人会反对。民众党所有人应该是以柯文哲为唯一的一个尊敬者，那民众党的人应该是用人情，用各种方式。劝橘子回来，为什么？橘子一定无罪。只要民众党的你是相信柯文哲的，你就相信橘子无罪。那橘子无罪，有人说他回来一定被羁押，他如果回来能把事情讲清楚，不见得羁押。不见得羁押。那么橘子为什么不回来？所以让人家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去怀疑一件事，就是民众党他宁愿让民众党的声誉扫地，他也不愿让橘子回台落地。他宁愿让民众党的声誉扫地，他也不愿让橘子回台落地。你觉得奇不奇怪？橘子回来落地接受侦讯这么难吗？我觉得表示你不回来就是心里有怪嘛。就是这个事情有蹊跷嘛。柯文哲不也常讲，你躲就是有问题嘛，你不说就是有问题，那你不回来是不是有问题呢？那也有坊间在传说啦，说柯文哲不出来，橘子就不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柯文哲如果起诉了以后，该侦查、该收拢的证据就收拢完了，橘子回来，你就算叫去问也无济于事了。那侦查结束了嘛？未来进入法院，那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说，柯文哲不放出来，橘子不会回来。说不定柯文哲放出来了，或是起诉了，橘子又回来了。另外，我在讲哦，这一次对民众党为什么伤？民众党如果柯文哲现在确定延押嘛，那他抗不抗告还不知道。那就算抗告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所以说势必柯文哲要续假，要续假。那么民众党你们就有不同的声音了。第一天那个台中的江河树不就讲说，我告诉你要让柯文哲无限的续假，谁有意见我就公布谁的名字。一天不到，他们有一个前中央委员范江就出来说，这样不行啊！民众党是一个以台湾政治为目的，让台湾政治更亲民的政党，不能为了一个人让整个党的党纪废弛。奇怪。你不是要公布人家名字吗？人家自己具名即姓出来讲我讲的，他也不公布。他说：“这样讲也有道理。”这民众党是怎样？民众党所有人他哪是请柯文哲啊？他不是请柯文哲，他是怕讲错的话伤到自己的声量，伤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说，未来参加民众党，不管是代理主席，还是副主席，还是主席，出来选举的人，他们每年至少要100万的责任额嘛。那大家说，那他出来干什么？当然划得来啊。100万的责任额，我可以每年有1.5亿的支配权呢，100倍再加5000万呢，划不划得来？不过这点就是大家在讨论说，等一下会讲到那民主党现在包括第一个对柯文哲主席的态度，第二个他们对整个党里面到底要不要有代理主席啦或什么，甚或12月选举到底会是怎么样，大家会讨论到这一块。可如果你真的一路发展到现在看起来，因为柯文哲主席上礼拜5延押嘛，延押以后整个民主党态度是不是有转变？不过先让你看一下，包括柯美兰、包括黄鸿昌对于柯文哲主席延押都有做相关一些回应，先让你听一下，来。我觉得我很愤怒，我也很心痛，但是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是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我妈妈非常相信我哥哥，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勤俭、节俭，然后公正、努力工作的人。我妈妈绝对相信柯文哲，我们是清白的。我妈妈正在等我哥哥出来。我想走到今天。所有关心柯文哲主席的人，大家都会希望主席这一次能够点头，让律师团依法提起抗告，让柯文哲主席多被关押1天。真正受到重创的是台湾司法的公信力。好，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范老师，在座6位。
有谁知道澳洲如果有像刚才冠廷讲的，包括难民签证啦，或者在座6位哪位知道？没有人不知道。我就跟你讲，即便你去问律师，那除非你是做移民方面，尤其做到澳洲非常专业的这一块，要不然可能也不知道。橘子的家人在受访的时候都跟你说，大家联络不上。我也不太相信橘子他的知识里面本来就知道到了澳洲应该会是什么这些。对。方老师合理吧？某种程度应该说，橘子应该有商量过，要不然他怎么会？我不知道他跑澳洲这些东西，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有商量过？我只是不知道他跟谁商量。那到现在只有一件事，他一句话都没有讲，这是事实。为什么要这样？当现在全党都挺柯文哲主席要抗告，身为律师，我绝对赞成，这是依法应该有的权利。但是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上次说我给你2个月，你尽量的查。就让你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给我查出来。然后现在严压，当严压以后，就看黄国昌讲那句话，柯文哲每多压1天，重创是台湾司法，不是柯文哲，是吗？从上礼拜到现在为止啊，台湾人对一个地方都很熟了，那叫大阪的爱林区。以前台湾人都只会去什么道顿崛啦、新斋桥啦、环球影城啊，是现在都到爱林去打卡。我们也讨论很久哈。我去大阪很多次，还不晓得有这个地方啊。然后大家讲了，哇，这个地方什么流浪汉很多啦，感觉像化外之区。对，什么便利商店的厕所被针筒堵住啦，还有很多什么犯罪集团呐、山口组讲的大家我对这个地方真的很有兴趣哈。现在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如《自由时报》讲的，橘子是10月初这个就离开日本，那我们不晓得那位在这个爱林看到橘子的人是看到什么？看到鬼吗？还是他眼睛看错了？还是什么？看到干嘛？看到对呀，怎么会让我们讨论那么久？在讨论什么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其实很关心啊。那会不会到时候在澳洲的墨尔本又有人看到橘子了，对不对？或者在雪梨看到一个短头发的女生，长得不高，戴着眼镜，穿着运动服，然后走路闪闪躲躲的，看到有台湾人接近就赶快跑掉，旁边还跟了好几个人。会不会又出现了？但是刚才讲的是，如果以澳洲的地广人稀来看，你真的要碰到的几率跟日本比起来，真的是低得多。我不知道躲在那个袋鼠群里面，你也看不出来啊！不，橘子假冒袋鼠的，你看不出来啊！这采取那个掩护法嘛，也伪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10月初这个橘子就已经离开日本的话，那我表示我必须要讲我们。驻日的相关单位的情报可能不是很正确，因为你一直到10月22号把他列为被告嘛，人家都跑掉啦。他列为被告，然后同时发布通缉，然后注销护照。对，那就很奇怪，就是说当初检方感觉很有信心，说我们一直在跟橘子沟通、互动，甚至希望他赶快回来投案，所以我们一直到22号才把他列为被告嘛，这些都是证人嘛，反正还有我们跟他沟通非常的通畅。那橘子可能也有意愿在犹豫当中。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搞了22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等于说这20天，检方当初跟我们讲的就不是事实嘛。好，那如果你已经发现橘子已经离开了这个日本的话，那我相信透过台日之间紧密的合作，我们调查局在日本东京也有安全官啊，跟对方相信也有相关的合作机制，说橘子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出境，这个应该是可以调得到的资料的。如果人家早就走了。那我们不知道，浑然不觉。我们还回报跟检察官说，橘子还在日本呢，还在大阪哦，还在爱林区哦。那这不是很荒谬？情报上的一个很大的失误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检方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到底你们掌握了多少资料。所以我认为这个橘子现在在澳洲的状态，台湾也应该要透过各种管道跟澳洲合作，因为澳洲是5眼联盟嘛，5眼联盟都是5个讲英文的国家，澳洲、纽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那过去他们在情报这一块是合作的非常密切，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还是没办法掌握橘子在澳洲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的确要让橘子回来的可能性就会大幅的下降。你觉得为什么整个民众党对于柯文哲主席要不要提抗告的态度是完全改变？为什么？对，这是陈佩琪他在上个礼拜5的脸书写，就是想抗告嘛。这个当然我就觉得感觉非常悲愤因为整个黑底的，然后一个白字然后这个民众党也是表示就是双标办案司法蒙尘台湾民众党支持依法提抗告还柯文哲人身自由
但是我觉得抗告也可以啦，我觉得我也很支持啊，因为你提抗告之后，这个法官如果要驳回的话，他还是要提出他的具体的事证嘛，因为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这个，当然那是个新闻稿，就是柯文哲延押的新闻稿。它是比较短啦，其实讲的不多，不清楚，其实就只有说可能有串证这个相关逃亡之余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全文哈。那因此呢，我觉得如果要抗告，那我觉得法官大家是提出更具体的事证，那也可以提供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多可以讨论嘛，因为我们也很担心，后来没东西讨论了啊，因为会释放更多的资讯嘛哈，这不是重点啊，也是重点啊，所以你早一点讲，他讲完你就要说，我们也想一下范老师想表达什么，我们也关心了哈。不过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上礼拜5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那个新闻，还有就是柯文哲9月5号被羁押的理由具体的出来了，就是当初也是只有新闻稿9月5号我们这个看也是很短嘛，这是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会不会由柯文哲延押的更多的资料出来啊？因为我们看到了从这个羁押的理由看起来，就跟当初的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是相当接近的，就几乎甚至这个检察官还说柯文哲这个精明干练，我那时候还想说这个精明干练这4个字不太可能是真的吧？这个很肯定的意思哦。后来确定是精明干练啊，上面还讲说他这个巨细靡遗，环环相扣啊，而且很具体的提出了就是他的这个包含他的这个钱的来源是来自于应小薇的分配的这个收贿的汇款，还有沈庆金的论功行赏，这个是金流都有了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现在。民众党讲的，或者是陈培讲的这个抗告这2个字，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理不直但气很正，就是他们的确是感觉到那种悲愤，但是你没有针对大家对你们的质疑，特别是检察官这次所提出很具体。范老师为什么没有？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延押就表示你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啊，延押就表示你没有找到金流啊，没有金流怎么样？放人，不是现在我觉得不能讲，我很简单讲完了。对，现在不能说没有金流，因为也起码谢国良承认了吧，对不对？我有拿钱，对不对？那是政治现金那一块的，有没有？你看我都可以帮你讲完了，是不是？它是政治现金那一块。对，现在他们现在把这几个都在一起了，不是只爱跟，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说，所以民众党就说，你用 A 案去办 B 案，对不对？他说你用金华城去办政治现金。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把它整个的很像，因为 A 有可能影响 B。民众党就说，你用 A 案去办 B 案，对不对？他说你用金华城去办政治现金。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把它整个的很像，因为 A 有可能影响 B，未来可能影响 C 啊，因为可能有这个北市科的，可能还有 D 啊，还有雨果市场，不一到利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对，我不，我补充一下，我借一下那个范老师这个牌子哦，你看一下陈佩琪这个抗告上面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哦？陈佩琪的脸书抗告下面压民众党的党徽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不是陈佩琪个人，民众党上上下下。到柯文哲的亲人都支持他抗告，是，所以我要聊的是说，9月份民众党是不抗告，然后说柯文哲尊重他不抗告，11月份鼓励柯文哲抗告，这发生什么事？我讲一下我的解读。我认为民众党现在要把抗告这一件事情，向人民跟所有支持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人做一个沟通的动作。他做什么沟通？我让你压2个月，你法律系统。你的司法系统就应该要办出结果，可是其实这是歪理嘛？谁规定这2个月就要起诉？司法要给他可以压4个月的权利啊，只要法院准啊。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下半年。柯文哲如果到时候被起诉是10年以上的重罪，法院可以压他35个月，他不会跟你讲这一块。因为我跟你讲现在的情形，所有你去问很多律师，柯文哲现在如果什么都不讲，橘子坚持不回来，就算到时候被起诉了，在1审之前。法院继续压他的几率极高。我们看阿扁好不好？多少政治人物因为坚持不讲，然后就后面被压。所以我跟大家讲，黄国昌在搞政治。黄国昌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压是剥夺人权，压是你没证据。当然没有跟你讲是说，当你重罪，而且你什么时候不讲的时候，法院为了要保存证据，为什么这一次
严押的这一个裁决书下面的那个新闻稿的最后一段，特别去讲为了保全证据，很多人不懂啊，那保全什么证据？押人跟保全证据有什么关系？因为柯文哲你不讲嘛，你出去可能会串证嘛，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件事情押人这件事情，把它限缩在2个月内是合理的，而2个月以外都是不合理，他在做一个准备。如果柯文哲被起诉之后，法院继续压他。他们就有闹事的权利。你的意思说，这个抗告这一段不是在打接下来这2个月的抗告，在打的是起诉以后的事。起诉以后 ，OK， 范老师要补什么？对，我觉得今天如果说，谢国良已经说我有给柯文哲200万，那如果王立宁说我也有给，柯文哲说我没收到啊，那是不是就检察官说好，就相信你没有收到钱？那不会啊，你说像郑文灿。不是因为那些人是证人，柯文哲是当事人，那些是证人。对，那我说像郑文灿对送钱的人说我有送。郑文灿说没有，我就钱还给你了，那你可以起诉我嘛？但是你有收啊？对啊，当然可以啊，对，还是可以起诉啊，对的。所以就变成说，现在一方说我有送，柯文哲说我没收，那就要看检察官，然后人民说这不成立嘛？对啊，那就像就是我去抢银行，抢完之后，我钱不见了，然后然后那个明明有抢的这个监视器的画面，那检察官说找不到钱，所以这个不算抢。不过如果整个看起来的话，当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包括从黄国昌以这样开始这么大动作，然后就是支持抗告，那整个氛围的批变到底是像刚才冠廷的意思说，在酝酿未来不是接下来这2个月。这2个月他们大概心里有谱，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是不是真的在接下来起诉以后那段，你觉得会是在铺陈那一块吗？我觉得基本上，我先回应这个范老师刚才提到的。其实范老师把 A 案、B 案、C 案全部都搞在一起嘛。因为你今天讲说这个谢国良或其他的企业家捐款那是政治献金，可是重点大家在讲的金流是金华城跟沈清金有没有对价他汇款的金流，这才是构成10年以上重罪的一个关键，而不是其他的政治献金。我现在要核先续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当然可以看到，到底今天是橘子害台湾民众党包起来，还是司法检调查不到金流包起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嘛。那我们讲橘子，我必须要先去。橘子迟不出面了，会让人家有心虚的感觉。就如果你躺在那里，为什么不出来？那你会伤害到台湾民众党，这是一定的。可是他也有可能会担心，就是说，哎呀，不用讲什么，因为他回来不管讲什么，你就是压他。那他当然一个小女生，她当然会有这个考量嘛。可是我更深一层的去看，我真的有觉得。好像橘子是幌子你今天一下日本一下大阪，台北市民党议员洪金还讲说啊，大阪在哪里？真的吗？真的吗？不是吧？然后现在要讲说是澳洲，会不会下周就在印尼，在下周就是纽西兰？不知道会不会现在是橘子，接下来柳丁、苹果都出现了，增加我们台湾人对地理的认识了。对，所以你基本上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小女生她的重要性会比李文忠、黄珊珊、张静源这些人还强嘛？那一个小女生，她好说今天她的护照被取消了。他感觉好像跨国，好像通行无阻好厉害，好像坐这种个人专机，有这种神通广大的私人黑市的护照，不是吧？然后我说台日友好，台日的司法可以就互助。那刚才讲到王立强案，澳洲的部分，台澳也有个别的互惠条款。我说真的，如果真的像冠廷讲的，他有去申请难民庇护的话，基本上代表什么？代表澳洲政府掌握他的行踪了。那最好他如果去申请最好，因为台湾赶快跟澳洲政府讲说，因为我们在查他案子，我们用个别互惠请他回来，两面刃了。对，所以我反而希望说他有去申请嘛。所以我说今天是真的不希望他回来，是谁？我感觉是司法检调。为什么？他不回来，一天到晚就叫他说啊，你们有旧部署还没有回来，所以我要严压柯文哲嘛。可你没有讲清楚的是什么？橘子身上有什么证据？橘子这扮演什么核心的角色？你只说他没有回来，当然你就要压柯文哲。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讲说，为什么现在检调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疯狂在那边压柯文哲，是不是有压人取供的这个印象？我觉得这次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真的，如果现在检调唯独缺橘子，然后这个案子办不下去，包起来啦，包起来了，回家了，这个案子查不下去了。灼伤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嘛？怎么可能一颗橘子你查不出来，你就缺那个证据，整个拼图拼不出来，笑死人了嘛！所以我说真的，因为现在
我觉得现在民众有这个味道。回答5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台湾民众党现在要提一个抗告？因为当时候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说不抗告，可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案情还没有这么清楚的状况下，他当然抓准了现在司法检调没有一刀毙命的金流，他开始能够把这个抗告的这个我们讲民间名气的氛围叠到最高，所以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什么？不好意思，我一定要补一句啊，因为那个英涛对于那个台湾的司法检调有这么多意见，我回应一下哦。首先第一个，橘子我们不要因为种种原因去否定它的重要性。我举例啦，柯文哲跟沈清京私下会面，假如真的如媒体所报道了，只有橘子在场，他是不是关键证人？绝对是嘛，这不要否定嘛。第二个，但是检方如果没有橘子回来，也要去设想一个立场，检方就是要想清楚，橘子绝对不回来，你这个案子要怎么把它办到最后手，这也是要做。可是两个不冲突。橘子回来，就我还是很希望嘛，就是说，包含林涛国民党，就今天感觉蛮挺民众党，橘子不回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民众党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讲橘子，你要赶快回来。国民党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的立场就希望你回来面对啊。我也希望他回来。很好。国民党既然希望橘子回来很好，民众党没有啊。民众党有没有出来讲？我们呼吁橘子回来，好好面对司法。你是清白的，回来证明柯文哲主持的清白没有。所以这背后我觉得这样子啊，反正大家也不用急，再2个月。检方有压力嘛？办出来1分2瞪眼。如果起诉写得很烂，5个第一个喷他嘛？是啊，对不对？因为我一直讲，我要看那个起诉书里头有太多东西要看。是，所以我们再等一下。好，不过林涛刚刚讲说，对，金华城跟政治现金是2个案子。对，但是政治现金的这个沈庆金的1500跟金华城有没有关系？这才是我刚刚讲的。对，其他当然是跟金华城无关。到底那个还是有没有对价关系？没有，其实哈，我讲其实已经有连起来了。那个其实，在朱雅虎没有供出来那个210万560金华城，感谢560。对，其实这已经串起来了。那只是我认为检察官是觉得不够多，其实这已经可以办了啦。不是，他们要看到的是有大辣辣的一笔钱啊！40几岁的小女生要讲话了。第一个，37岁的一个独立女性，请不要用小女生来称呼她。尤其林涛，你还小她2岁啊！如果她是小女生，那你就是个小男生。那我就是青年才俊了，好不好？你好瞎过，范老师这时候不要加钱。对，真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不用用这个年纪特别去讲她是小女生，好像有点真的是故意把她讲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我也觉得，就是说从现在目前揭露的讯息相关看起来，她其实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举足轻重的，不然不会有就是金华城是她去看，然后出庭也是她去讲那个对不对？去作证，然后还有包括连来这边受访，还有一些私下拍到的，其实都是她跟那个中国的企业家宴请企业家吃饭的，也是她跟邱佩玲这个去的。好像也是他，所以你就会发现，只要跟钱有 deal 的关系的，其实每一场几乎都橘子去。第二件事情很清楚嘛，如果他的案情或者是说他真的这么不重要的话，要是我心想说你丢高呀，我1个月才你0.5万块，你把我讲的跟那个江洋大盗一样，我一定会隔海，不管是哪里，好歹发个声音，我还会打电话回来，你知道，然后我叫你这个电视台付钱，打电话然后扣印进来，直接讲话，然后呢，顺便又直播，然后还可以赚抖内，对不对？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到目前为止是完全销声匿迹，躲躲藏藏，然后呢，就好像怕被人家找到一样。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举措，而且我要讲哦，一个女生哦，她一会在日本，在澳洲，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地缘性，比如说日本她有认识的人嘛，澳洲现在是不知道。我是觉得说，如果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常去澳洲，就像我以前可能常去某个国家旅游，我也不会就是说真的熟到可以把自己。对啊，就直接到那个地方去，躲藏在那里。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那边有什么安排，对，或有人或什么，不然不寻常。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那边有什么安排，对，或有人或什么，不然不寻常。那再加上，我觉得更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好像都知道检调的动作，就是8月29号，人家要去搜索他，8月28号其实先跑了。
然后呢，他10月底，然后发布通缉，然后注销那个。但是它是10月初，对，而且你要知道橘子的身份什么时候曝光，就是10月初，就是《镜周刊》好像是10月2号还是3号报道他，就突然提到一个橘子，然后就说什么有大账房还是什么小账房之类的，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还记得是那个10月初那个橘子被那个《镜周刊》爆出来之后，隔1-2天，他的那个制谣公司就关了嘛，就是说我觉得他一定有很多很奇怪的。你在质疑有一些泄露的问题吗？是，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橘子就这样子，而且动作上都很，比如说包括那个，对啊，《镜周刊》也有跟他求证嘛，我是不知道，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浪杠？那会不会是《镜周刊》就是让他知道之后，他曝光之后，那确实啊，台湾他在日本的话，不要说被检调找，被台湾人找都找到，台湾人那么多在日本，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然后他就离开？可是你要知道哦。离开去哪里是个重要的选择。为什么是澳洲？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不理解为什么是澳洲，对不对？那你说司法跟我们全世界跟我们没有司法互助国家多的嘞，嘿啊。那但是有趣的是，澳洲它是曾经王立强的案子，我们曾经希望把它就是我们的检方可以去那边进行相关的侦讯，结果澳洲这边是拒绝的。然后再来就是澳洲的中国移民特别多，对，是。那我是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人脉关系，因为以前我跟你讲，沈庆金在中国过去投资其实好几百亿的，那后来是告吹嘛，那不知道，反正就有没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安顿他。总而言之，我觉得橘子是重要的，但橘子到目前为止不出来很不寻常，民众党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呼吁橘子出来很不寻常。那这些所有的不寻常，当然就。也不能说他就一定是涉及犯罪，但确定一件事情是被通缉。可是现在刚讲到说，检方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嘛。对，2个月以后你要起诉的话，你势必不管橘子回不回来，对，而且目前看起来2个月以内你要橘子回来，也可能大概几率不高吧。对。那你检方势必要有心理准备嘛。你到时候如果要起诉柯文哲，我讲金华城这个案子两个重罪嘛，一个叫图利，对，一个叫违背职务收贿嘛。对，那这2个刑度当然有差。对。那如果你真的要用违背职务收贿的话，那个10年的那一块的话，你势必理由上所有都要写得出，能够说服大家。就算这2个月吧，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大家在讨论那个囚犯理论。对。目前看起来囚犯理论在这个案子，对，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因为本来囚犯理论就是你只要把个别的囚犯之间，那囚犯理论一般是2个人嘛，对，就是要把个别的囚犯之间各自告诉他们，谁如果愿意先招，谁如果愿意先认的话，你可能会比较轻，然后各自去用那种心理战去弄。慧珍，你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到底有没有用到这个？我觉得他们现在就咬死你找不到钱，所以他就不讲。而且听说我是听那个相关的记者在讲，他就说听说他几乎都是就是行使缄默权，重要只要跟钱有关系的都不讲。那沈清金更不用说，他也就是咬死到底。那其实我觉得沈清金咬死到底是不承认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所有的他现在至少2家公司中共跟中石化加起来欠债1000亿，他这个东西弄到1600亿，他才可以把这个打平，而且还有赚。如果他真的供出来了，那可能就是发现，搞不好你连拿这个都有问题，然后其他的就变成滚雪球般的话，他的整个企业体是有可能因为这样而崩打的。不过现在也有可能问题是因为股价，他的一个相关的股票已经质押大概95%，所以一旦它的这个中石化的股价跌到比如说7块以下的话，我觉得它被银行团直接这个断头的机会是非常高。那第二件事情是提到刚讲金流，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约谈谁？你说那个租客吗？就是4300万那个商办的租客，对，有什么影响？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心里想说，买卖是你们的买卖的事啊，反正买卖不破租约啊，干嘛约租客？对。那我觉得约租客就其实可能要去求证一件事情，到底这个买卖是买卖真的还买卖假的？比如说我这样讲，我本来是前房客，我现在把房子卖给了范老师，他是租客。你现在好歹每个月汇租金给我就要换了吧？你不可能再汇到遥汇这户头吧？你一定要至少换到那边去吧？现在屋主对啊，现在的屋主。但如果房子是你送他的，那我对要继续付给你了吧？或就是你的这个就不用动啦。嘿，对。
这个我觉得，你觉得是要查这些？我觉得去查，就是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去查4300万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交易，因为太多不寻常了。你怎么会这么急着买？然后而且买贵。然后那个原本的诚信的屋主，他几十年没卖，然后突然之间就这样子，好像一拍即合，马上就卖掉。然后这个要是租客要出国，然后出国又还可以卖贵。对啊，就很奇怪。然后而且租客照理说也会跟租客讲一下，那当然，而且科这边新买家要可能搞不好都要重新签约，就说合约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只是换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捡到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就是说你一个一个去把周边的东西，因为鸡蛋在密也有缝，你就会把那个一个一个东西去把它给建构起来，一定会出现问题。包括像我就说。他那时候5月10号买下那个4300万之后，结果他没有多久，他的那个信托啊，就是杜翠玉，他的那个橘子妈，他的那个信托就有进行一个更动。那个更动是什么？是他可以协助去做一些租赁的一个业务哦。对。那时候我就说嘛，委托人是柯文哲，他是信托人，那受益人是谁？受益人搞不好是智瑶啊。智瑶后来也就2-3天就成立，全部都是在5月中，就5月10号到5月15号那段时间啊。所以我觉得一一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巩固起来。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陈佩琪讲到4300万房子的时候，他列一些账单单据汇款的，只有在一个1440万的那一笔写科，其他的就只有账户。OK， 就是没有特别去写。那为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从这个约谈的方式，我在怀疑检方应该是想要去查清楚4300万到底是柯买的，还是半买半相送，还事实上根本就是假交易。因为霍真长期跑财经啦，所以那相关的包括他对于财经方面一些的推论。那专只有一个，因为牵扯到中石化的话，中石化是上市柜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包括财务稽核啦、报表啦，所有这些。所以到底问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以他们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资料来看。可是现在看起来，你刚才是40几岁女孩嘛？小女孩。这位是应该50岁的大哥，大哥哥，阿伯了，没关系。我可以讲50岁的这位大哥，现在看起来，所有事情，任君，你觉得是走到死胡同吗？那对检方来讲，严押，反正已经北院已经在严押，现在就看他们要不要提抗告嘛这一块。那所有的看起来民众党的人都支持这一块。那除了这个氛围的改变，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码，就是考察北检。这个节骨眼上考察北检，为什么？这个今天去考察北检，老实讲蛮特别的啦。对啊，因为他们这考察是包含吴宗宪嘛，包含还有张启凯都去了。那他们其实去就强调，就是说他们去考察什么呢？叫做侦查不公开。那张启凯有说，这不是针对柯文哲啦，他说其他很多案子都是这样。但他后面补了一句说，检察司因为目前有1亿多的这个预算嘛，如果你侦查不公开这个情形没办法改善的话，那这个1亿多的预算一定要被处理。那我就讲这个话其实我老实讲，前面你要去考察侦查不公开，我都已经很好奇你要怎么个考察法因为这个东西，好吧，都去了啊。那你现在在后面再补了一个，就是说，那我要拿预算，这就是过去大家一直很诟病的，就是说为了特定的事件或者是怎样，而且你也没有避讳说谈柯文哲，虽然你讲说我们不是只看柯文哲，但我们很多都看但是呢，这个案子就是你又讲了一堆所以这当然会被觉得就是说你是针对特定的事件，然后去做了这件事，甚至是不是掌握所谓的预算的这一块他全部都讲了，刚好全部都用了那一块当然绿营会有一些的批评会有一些批评，但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给社会去讨论的。为什么？因为民众党的那个说法，事实上从古至今没有变过。我刚听林涛那一段，我以为我在参加民众党记者会，你知道吗？因为那一大段就是民众党所说的，那也 OK。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实务面质疑北检，我其实觉得任何人都可以质疑。当然，北检要起诉的时候，因为起诉是检察官的权责，对，所以那一块就是检察官、北检你们自己要扛。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不是起诉，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羁押跟严押。这个5个大律师嘛当一个检察官要提出这个所谓的羁押或严押证据的时候。请问他证据力应该要到多少才有机会去说服一个法官？好歹要50%吧？要
50%到60%，绝对要吧？刚刚批评有没有 A 案办 B 案，B 案拿去倒 C 案，倒完了之后，然后呢就这样子把它混在一起。我也觉得啦，就我还是回到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羁押跟延押，有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叫做法官，而且事实上在要办的这个即使要开延押庭之前，也有律师阅卷，律师柯文哲的律师也会看过所有的机制。你觉得律师会傻到就是说啊，好 A 案 B 案都混在一起，律师也分不清楚，然后庭上的时候也不抗议，就啊你看啊那个案子明明跟这个无关，为什么拿来倒？我觉得也不会吧，不可能，对吗？律师一定，我在节目里面，你只要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我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各位说，第一个有金华城案，有政治现金的案，有包括他们穆可跟其他那些是不是有一些金流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些案子，这是要分得清楚的。每一个我在节目里面大概都会帮大家分这个。更不要讲我的当事人，如果要是去，你把这个像刚提到的，你如果把那个好，譬如说有大亨的300万，你给我摆在金华城这里面讨论，我一定会跟你讲，这当然是两回事啊，大家切着看嘛，一码归一码看嘛。我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各位说，第一个有金华城案，有政治现金的案，有包括他们穆可跟其他那些是不是有一些金流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些案子，这是要分得清楚的。每一个我在节目里面大概都会帮大家分这个。更不要讲我的当事人，如果要是去，你把这个像刚提到的，你如果把那个好，譬如说有大亨的300万。你给我摆在金华城这里面讨论，我一定会跟你讲，这当然是两回事啊，大家切着看嘛，一码归一码看嘛。所以我刚才讲说，林涛来动，为什么以为我在参加民众党记者会？就是这样，就我们理性回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柯文哲被延押，好不好？不是起诉，就是延押的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有足够的东西去要先说服律师，然后去说服这个法官。我不相信说会有法官昏庸到，就是说律师也没看见，我法官也看不见，你们拿什么我就好吧，把它批了就准了。我觉得这个也太跳跃了吧。回到理性一点啊，上一次柯文哲的这边这个他的律师的声明嘛，对，就是提到了，就是说，对了，他们也觉得应该要依法抗告，但是因为柯文哲就说不想让法院为难啊，所以就2个月的羁押期间啊，穷尽一切调查义务啊，这个当时的白纸黑字都在这里嘛。然后后来没有抗告，也是说柯文哲表示不愿意嘛。那过去我们就曾经谈论过嘛，柯文哲说2个月的羁押期间穷尽一切调查，他也会尽力配合。后来光一次他不想去应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结束了。好，就结束了。虽然后来检方有去应讯，但是对外界来讲会形塑一个印象，会觉得就柯文哲不去的理由，难道只是因为不开心，还是我不要，还是我不想？我不知道，那个层次不同哦。但我们就回来看哦，就今天当然还是最后的问题还是回到柯文哲身上。我永远只记得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郑生元律师吧。那一次庭开完之后出来讲了一句说我尽力了，应该是他说的嘛。哈，那一句其实我觉得代表了一切。就像这一次说在延押庭里面，我相信律师应该都会想尽办法去看了所有检方罗列出来的证据，有疑义或是什么的。事实上，我相信律师可以有他的律师的做法。所以我今天回到这一个点回来讲哦，就是说你说橘子的这件事情哦，当然啦哦。你说他是不是在日本，然后啪啦啪啦就跑去哪？我老实讲，这是叫做传言的，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真的是处在什么地方。他搞不好现在还在日本，你怎么知道？因为北检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北检说目前还在侦查中，所以他不能表达任何的东西啊。可是我就讲哈，因为大家喜欢讨论澳洲啦啊，其实我说实话，就说澳洲大家都会拿王立强的那件事情进来看啊。那我刚特别找了一下我们相关的规定啊，就说我们当然可以提，因为我们今天在谈论的叫做澳洲，我不是在谈论一个第三世界或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说他没有电脑，然后大家看到护照就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假的哦，我就给他盖哦。大家如果入出境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个东西叫电脑会连线，好，所以你那个如果进出海关是这样，但你是不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抓到时间差出去？我不敢讲啊。那这一块老实讲，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他在哪。是，这也就是这整个事件最诡异的地方。橘子我曾经讲过，就是说橘子可能真的没有这么通天的本领，可是为什么他连帮自己都不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要急着去找橘子的人应该是柯文哲。
应该是民众党，因为这才叫做合理性。柯文哲没有这么欧罗博这一代机，所以呢，只要橘子出来告诉大家讲说没有啊，根本就你们胡说八道，你们这些鬼扯的编剧，还说我什么小妹妹什么的，没有，我告诉你，我可以逐字一人担当，他不要。民众党甚至支持他不要回来。民众党说什么？哦，一回来可能就会被压，就会被抓，然后就是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你告诉我他有没有超出常理之外？他当然超出嘛。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跟澳洲做合作，我刚特别查了一下了啊，我们当然第一个你可以透过外交部了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外国法院委托事件协助法，这个当然可以提，他可以不要理你，但我们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过去有参加过国际洗钱组织 ，OK 啊，防治洗钱组织啦，不是我们参加洗钱组织哦，不是国际一起洗钱，那一块基本上在各国，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默契。是必须要能够协助的，因为他特别针对洗钱的这些。过去大家去谈论中国大陆，是因为经济罪犯的那一块，很有可能你到了中国大陆去，他根本连理都不理你。OK， 有回来的大概都是跟那个社会事件有关哦，他可能也不想增加社会上面动荡之类的。可是你说完完全全都没有办法，我不觉得。可是这些东西。到今天为止，其实民众党让我觉得最好奇的是，居然大家鼓励橘子不要出面，不要回来。这个当然会觉得，如果柯文哲的清白是这么的重要，而被认为说好，我其实不相信说检方真的没有橘子就不行啊，那真的很弱，你知道吗？就说如果没有橘子不行，那检方说实话，那我就不知道起诉书出来以后。检方要怎么面对所有的人？而且北检的那个里面是有橘子的名字的哦。五哥刚刚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那个囚徒理论哦。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说囚徒理论在这一次事件里面有没有发生？我真的必须讲没有。它确实没有。对，然后那个它是一个赛局理论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东西啦。它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招供，我有可能可以换得我的减刑。对。但别人招供，那完蛋了，可能你会被重判，就换我的。那他可能会有点挣扎，为什么？因为我招供，我可能会赚到，但我可能也要考虑一下，我招供会不会导致别人报复我？它有点复杂哦。但它最简单的是这样。可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我必须承认哦，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一个囚徒理论没有发生。因为确实没有大家互咬说哦，我赶快就讲，因为如果有，他基本上他很容易就是直接就告诉你突破。所以从检方的间接的这个部分。事实上，你从他起诉书，就是从他延押的那个理由书，北院在这一次也很特别，因为那一天大家在讲说北院哦，我们就看他那个裁定理由，对不对？羁押理由就会写清楚。这一次北院对外发的延押的裁定理由，有没有几乎都是检方的那个延押的理由？所以我刚为什么强调，就是说回到事实的根本是。在这个延押庭里面，基本上检察官的证据力，我相信他足够到说服法官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那如果这样还要去延伸说什么哦？你看他就是 A 案 B 案全部混在一起，我只能讲，这不是反制，这是弱智。不过囚犯理论，你叫他囚徒理论也好，囚犯理论也好，在一种状况之下是完全没有用的，就是单线作业之下，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边的状况是什么。对，囚犯理论的前提是大家一起犯的这件事，你们是共同正犯，所以会有这个。那但是他如果是单线作业的情况之下，囚犯理论是没有办法适用的。OK，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那边的状况到底用了什么，我只知道跟我接线的人。那现在就只是这个案子能不能用，其实还是某种可以用。只是如果要是你真的知道事情的人，假设有人知道什么样的一些事，如果真的大家都有共识，打死不讲的时候，你也很难。但现在这个就很，刚为什么要问仁俊就是讲说，因为在媒体记者会看到，媒体人会看到说，这个节骨眼之下去参访北检，去看所有这些。但冠廷，黄国昌本来没有报名，对，但是他后来出现，对，而他是从那个管制门出现的，是。超酷的，凸显超酷的，不是只有他。民众党谁出席？黄国昌、张启凯、陈志涵，都出动了嘛？不，这个状况是这样啦哦，就是吴宗宪是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排去北检考察，你被骂说干预个案刚好而已嘛。我就要替吴峥讲一下，吴峥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就讲说，这干预个案不应该啊。
吴宗宪，吴宗宪我在节目讲过，就是谁都可以讨论这件事，对啊，但是政党发言人绝对不适合，尤其执政党发言人，对，没有，你不应该可以去在那个时候讲这一段，对，那是前面嘛，对，但我是说可是吴宗宪对，所以吴征被批评嘛，对，可是后面吴宗宪你跑去考察这个事情，吴征说你这样干预个案不应该，我觉得吴征讲的对啊，吴宗宪居然回呛他说这是弱智的批评，而你才弱智啊，骂别人弱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白拍谁一定要帮吴征出一下气？现在这关键是。我就举例，用一样例子，我在新北市，我们都有很多选民澄清嘛，林桃在桃园也有啊。今天有环保局来开单那个排废气，然后裁罚金额10万到100万，环保局正在评估，那个要罚多少钱的时候，我跟那个于将军啊，我们都议员了，我们去环保局考察，排个考察，对，视察。然后接下来国税局啊，我的选民被国税局说那个你漏缴税，现在评估要罚1亿到10亿，还没决定裁罚金额。我们去考察国税局，再来。那个今天警察局啊，那个今天抓到一个疑似酒驾，还没确定要不要移送，我们去考察市警局，再来公务局违建案，还在评估这是不是违建，我们去会勘公务局。我以上哪一点卓安平做，你们不会把我杀爆？我被你们杀完之后再鞭尸啊！不是从政治上一定是如此嘛？然后你今天在这个时间点，你带一票人，民众党加国民党的立委。跑去考察北检，你跟我们讲这不叫干预个案，你当大家都瞎了哦。然后再来，你考察什么内容？你们可不可以想好一点的？你们如果去那公共场合啊，想说我们今天来考察那个地检署的人员过劳、基层司法人员的福利，我还认了摸摸鼻子。你今天考察侦查不公开，那我小弟我以前当社会记者啦，你今天考察地点哪一个地点是侦查不公开？检察官或司法人员会去跟记者讲的地点，你这头脑坏掉哦！不是很好笑吗？你考察地点跟侦查不公开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问你个问题，来现场这个画面，对，那个你们去考察柯文哲走过的那一条道路，你考察那一条道，谁会哪一个检察官、哪一个司法警察、哪一个法警会站在那里跟记者讲事情？你头壳坏掉哦！那还要拿大声公，不是？然后后来那当大家不想，民进党立委不跟你演的时候，那个吴宗宪呛说：“你们不来考察是偷懒。”不是啦，吴宗宪你好，最后我退一万步讲，啊你谁是泄密大王？其他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泄密，你们就查，认真查，谁泄密谁就该查。吴宗宪你自己就泄密大王啊！为什么？吴宗宪你在，我就举例，你在当4年地检署的检察官的时候，你办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刘正宏的弟弟刘正慈，阳明山窃占国有地一案，当时4年地检署检察官吴宗宪代退搜索，搜索完隔天我跟大家报告，隔天哦，媒体怎么报道？哦，吴宗宪检察官多次扮演登山客探勘，自费15000元购买金属探测器。哇，这个检察官英明神武，这么违反侦查不公开，绝对有！而且我跟你100%保证，会把自己讲的这么英明神武，只有吴宗宪本人。所以正式呼吁啊，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现在还没过追诉期啊，才过11年啊。北检要办侦查不公开，违反侦查，这样就是吴宗宪立委没有免责权。你当年检察官，你是不是违反侦查不公开？不然你告诉我哪一个法警、哪一个记者会知道？吴宗宪亲自掏腰包15000元买金属探测器，哇，吸到这个程度这有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对，用的标准一样来讲嘛，有嘛，所以大家少双标了。为什么我今天会有点情绪？小弟我当社会记者，侦查不公开是为了保护被告、保护犯罪嫌疑人他的权益，这我完全理解。可是当记者的人，为什么他不管你侦查不公开，他一定要写？来，如果今天全部侦办中的案子都要等起诉才让社会大众知道，会不会有检察官吃案？会不会反而有冤案？因为今天有资讯，当记者跑到了，不一定是检察官透露的，跑到之后，我们社会在讨论嘛。刚才5哥大家都会讲啊，你这个北检这样做怪怪的，我们会评论嘛，你会给他们不能歪楼嘛，因为人民有知的权利，你不要套一个侦查不公开，然后现在所有人他妈嘴巴全部闭起来，然后都不能讨论这个案子，所以最后讲啊，你最后这样，你们就会不会做蓝白认为说侦查不公开就会修法？起诉前不准讨论个案，也不敢这样做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双标。我觉得民众党他们今天去这个北检，我觉得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他们在这个车道特别在那边接受访问，因为那个车道它旁边有个铁栏嘛，然后有缝隙，对啊，所以记者可以镜头拍到。是啊，柯文哲下了囚车，然后戴着手铐，穿着短裤，穿着蓝白拖，他们觉得这个太屈辱了。
所以未来搞不好那个铁门会把它封起来，就让记者拍不到。为了保护柯文哲的尊严，那我不晓得全台湾民众，问题是拍到也不会泄露，这写什么？对，可是问题是那就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阿北的地方啊。对，全台湾民众多关心阿北他的这个外形有没有改变，头发有没有变白或变黑。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我不晓得民众党这样的压力，北检要不要依存，要服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晓得台湾民众都接受吗？还是觉得说这剥夺了民众知的权利？我再补一句啊，拍情绪满满要把抒发完毕。我刚才讲完国民党的吴宗宪，要讲民众党的张启凯，启凯哥啊，自己也是媒体人出身，那他现在讲要大幅删减预算，他说如果要是你们侦查不公开这些，不是没有办法改善。说泄密柯文哲案泄密太严重。然后立委们去考察北检，结论是启凯委员要删北检预算，不是，这就是干预个案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对于那个是不理解的，因为他说什么记者可以随便走进去相约办公室，开启不扣零的代接。我在20年前跑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好像1-2年之后他就改掉，全部都是要用进出卡的。所以哪一个记者跑新闻真的是跑到他的办公桌旁边啊，还真的去偷翻他资料哦，丢搞成什么时代了？不，所以真的是有点太奇怪了。冠廷他的情绪满满，我就回应他。第一个部分，他讲说，如果谁来讲，我跟你讲，像最近不是桃园炼油厂公安吗？他空污法33条10万到2000万，我说2000万给我拔下去，你来讲我就给你拔2000万嘛。对，我先讲案情，我必须讲啊。刚趁机自录你是优秀桃园市议员，对，但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啊，大法官要判案，你也先预测，然后现在这个你少讲一下嘛，基本上给社会大众给外界讲，就你不能讲，因为你是执政党的发言人，然后你偏偏出来讲说他一定起诉，那你在干嘛嘛？大家会质疑你嘛？刚好而已，所以我觉得从王义川到这个吴敦啊，真的少讲一点啦，多讲你就多错了。最后一个关键哦，他讲说，关廷讲说，有一些司法案件，国人很关心啊，本来就要泄露一些资讯啊，奇怪了，为什么超市案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蛛丝马迹？为什么高虹安他买什么头发、什么洗发乳、什么全部都知道？不是嘛？你不要双重标准嘛！执政党的发言人啊，大法官要判案，你也先预测，然后现在这个你少讲一下嘛，基本上给社会大众给外界讲，就你不能讲，因为你是执政党的发言人，然后你偏偏出来讲说他一定起诉，那你在干嘛嘛？大家会质疑你嘛？刚好而已，所以我觉得从王义川到这个吴敦啊，真的少讲一点啦，多讲你就多错了。最后一个关键哦，他讲说，关廷讲说，有一些司法案件，国人很关心啊，本来就要泄露一些资讯啊，奇怪了，为什么超市案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蛛丝马迹？为什么高虹安他买什么头发、什么洗发乳、什么全部都知道？不是嘛？你不要双重标准嘛！所以我在讲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严重到今天这些立法委员要去凸显社会关注。因为连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他都说你当然可以某种程度跟外界讲案情，可是太夸张，太多比例跟过去差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去给他们一些社会的压力，在泄密这件事情上是有必要的。可是这个我来补充好了，因为以前哦，这个陈水扁那个案子的时候，在1周刊哦，它是上1周刊封面是54期还几期，是每个礼拜都出，每个礼拜都出，每个礼拜都出啊，那算不算泄密？那算不算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啊？当时的执政党是谁？是国民党啊！那你们那时候有去查侦查不公开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那时候应该是小男子还，那时候年纪还不知道有人。你那时候真的是小男孩。好，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记者写新闻本来就各凭本事，但是你要如果说真的要讲泄密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为什么那个橘子它的相关的时间点这个是蛮奇怪的。没有，我补充了。那个时候我应该不是小男了哦，那时候我也是熟男了，现在有更是熟男。我告诉大家。徐子瑜是在北检要严压柯文哲的新闻稿里面是有的哦，所以徐子瑜这颗橘子不是子虚乌有，是
北检起诉书里面明明白白有写出他的名字，而且在北院的裁定书里面也写得非常明白。柯文哲这个案子是有事实足以湮灭证据，勾串犯人证人之余哦，这直接讲得很明白。所以北院不是闭着眼睛来裁的，北检也不是闭着眼睛说那个橘子我不证明有没有，有橘子确实是有，而且跟这个案子也有关系。另外我讲哦，请问记者如果获得了资料揭发了案件，记者有罪吗？没有罪啊，有罪的是泄露案情的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记者没有啊。我有办法，我让你泄露，你被抓，你活该。我有揭发事实的天职嘛，所以要办的是谁？办的是那个泄露机密的公务员。那现在北检查了这么大一圈，我也希望北检查出来啊，对不对？那可是记者他就是有这个管道呢，获得这些资讯嘛，我们才能在节目上谈嘛，不然我们去跟谁要？那另外我讲哦，民众党这些立法委员的确有这个权利。可以去北检做视察，可是瓜田李下，民众党的委员不要去。你让你的党友，让国民党去嘛，让国民党去，让民进党去都可以。为什么？这两个党，你的主席没有被压在里面，是你民众党的党主席被压在里面。然后瓜田李下，我自己是当立法委员，民众党的，我还人去的最多。各位，你觉得这样子好吗？你觉得这样好吗 ？OK， 你可以叫你的党友嘛，国民党去嘛。国民党是你的党友，你去帮忙看嘛，我不要去，我去少一点，这叫做避嫌。而民众党现在是连嫌都不避了，为什么？他要演戏，他走那条路哈，大家觉得是什么勘察线？不是啦，那叫做成神之路，你知道吗？我主席走过，我跟着走一遍，那叫成神之路啊！我走一遍，我可以跟我的党众讲说，你看主席走过的路，我踏着血迹走一遍，这才叫对主席的忠诚。这叫做宗教，这哪叫党啦？这两个很快的补充哦。当然我知道这个冠廷要帮吴峥讲是他们友情，他没办法，他必须要讲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合理啦。我按照事实来讲，按照事实讲。第二个部分我讲，其实为什么我要就是跟5哥要时间，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案情这个时候，如果你一边是要抗告的，你一边是要说司法不公的，那基本上你应该站在民意的角度来要求，因为你今天到北检本身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干嘛这时候亲自到北检给这个压力？如果你的民意要最强，你的压力要最大，给北检的这一种申索要最大的话，你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权利去到现场，你反而应该在街头跟这些小草站在一起，对北检造成社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赞成，就是说今天你要是别人去，因为你们去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相关，我觉得不见得民众听起来会这种漂亮。OK。但范老师，刚才讲到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长远来讲，我讲再怎么说啦，你说2个月以后，那如果要起诉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会出来？除非会出现刚讲，如果是10年以上的重罪，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我刚讲说那个法院要不要再延押，这是另外一个考量。包括现在民众党抗告会不会也考虑到这一块？可是除了这一块。您自己看，包括柯文哲一直常讲，包括毛泽东啦，所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理论，跟这整个他的包括在从政过程一直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出，在这里面毛泽东对他的一些影响，或这个整个金华城这个案子里头，他有发挥什么一些相关的理念在这里头吗？的确哈，就是说柯文哲学到毛泽东，就是用 A 派去打 B 派哦，然后我这个在上面啊，看他们在这个互相斗来斗去。你看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周恩来跟江青，对不对啊？他们就互相斗嘛。还有像彭德怀，我们都互相斗。那这种互相斗，结果最后谁是坐收渔翁之利？就是毛泽东嘛。另外，毛泽东用人是为亲，是非常close的。你看他后来，甚至他的晚年，他只相信一个人，就他的秘书叫张玉凤。甚至任何人要见毛，都要透过张玉凤。那张玉凤只是一个教育程度很低的一个文工团的一个演员而已。毛泽东看上他，都变他的内臣。连江青要见到毛泽东，都要透过张玉凤。那江青是毛泽东的正牌的这个妻子，是啊。所以今天谁是扮演张玉凤的角色，就是橘子。所以橘子就等于掌握了，不管是柯伦，大家以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柯粉，后来发觉，他原来是柯妈妈。特意安排在柯文哲身边的人，然后直接取代这个所谓的蔡壁如角色，大家觉得是这样。后来更不得了了，他在排柯文哲的行程呢。后来再进一步，任何人要见柯文哲都要军顾局被要橘子的同意，然后最后变成怎么样？连台北市的一级主管人士
柯文哲都要征询橘子，所以橘子是不是跟张玉凤的角色很像啊？所以他变成是在柯文哲对外的一个筛选者嘛，大家要见柯文哲就必须要透过橘子的同意，要巴结橘子嘛，所以我觉得他的角色完全自身的不同，而且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柯文哲崇拜毛泽东之外，我觉得整个民众党也很像共产党，他们就是，那为什么？对，你看这2天这个昨天我们看到的柯美兰出来喽。柯美兰说：“我妈妈对，说我爸爸，说我哥哥是一个勤俭的人，是等，我妈妈期待等哥哥回来。对，对他们来讲，民众党就是柯文哲党，这是我们家创的，你们黄珊珊，你们这些什么蔡壁如、黄国昌，你们都是外围，是我们请的什么？是我们请的打工仔，就像中国有红2代，习近平。”这个薄熙来，他们就是认为说，这个江山是我老爸的，薄熙来的爸爸是薄一波嘛，这个习近平的爸爸是习仲勋嘛，所以他们讲这个江山，红色江山是我们打的，我们有白头山的血统，所以未来要接民众党的人，只有我们有这个血统的人，那就是谁？就柯美兰，就不会是什么黄国昌了。OK， 所以我觉得就他们这种观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对岸有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民众党怎么唱？没有柯文哲就没有民众党，所以民众党是跟柯文哲绑在一起的。所以这种血统论，我觉得是他们柯美兰也好，他们是深信不疑的。这个党绝对不可能像黄国昌现在想的很好，就是我想透过。这些小草们来由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党代表的选举当中，他们希望拱黄国昌出来。我认为黄国昌也有这个使命感，也有这个意愿。而且对柯粉来讲，这个黄国昌的学历好啊，对不对？美国的康奈尔的大学博士，中研院的这个研究员，又是立法委员，这柯美兰也不差。柯美兰也是台大医学系毕业，台大医学博士啊，对不对？人家也是台大眼科医师，据了解。这个柯美兰也是自视颇高啊，他这2天出来，我知道宣示主权，所以我必须要讲，民众党的接下来这个党代表大会是相当精彩可期，而整个权力结构正在出现转变的可能性，我们大家拭目以待。OK， 任俊，那因为柯文哲属于如果延押，好，不管抗告，因为还没有看到提抗告嘛，是，那如果要是真的被延押的话，那2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能够请假时间。只有3个月不是吗？是。那接下来怎么办？我看媒体上有报道说，他们有没有酝酿让柯主席再请假？那再请假，可是不可一入无主，总要有人处理。不管代行啦或者什么，要怎么处理？其实老这样，我自己有问，因为我接触一些民众党的朋友哈，现在我听到的氛围应该是这样啦哈，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在这个节骨眼当下，谁要去开这一枪，谈论柯文哲请假时间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就说现在看起来都是传言，因为在过去柯文哲请假的时候，事实上民众党做了一个决策，就他们搞了一个什么紧急应变小组嘛，而且是共识决哦。黄国昌还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个哦，因为他是3个人要做决策嘛，一个是那个中评会的主委叫李伟华嘛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黄国昌，就他们要做一个共同决策的一个概念。那现在问题来了，柯文哲并没有被停止党权呐，民众党还特别发了就是说帖，告诉大家讲说，民众党并没有说因为被起诉，所以就要被停权或什么，他们没有这个规定哦。那代表什么？现在谈论柯文哲该不该继续担任党主席，请问你告诉我，你的正当性在哪里？没有啊，没有这个正当性啊。更遑论有人讲说，是不是由陈佩琪来全权代理？说做就是还说什么柯文哲有交代陈佩琪啊或干嘛？那我还是那一句问题嘛，陈佩琪加入民众党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听到现在有人讲是没有啦，民众党也没有正式。就即使你今天加入政党，我不知道民众党加入民进党，如果加入民进党，你要能够选举党内那个党公职要有多久的时间？好歹也要有个4、5个月吧，要吧？1年啊，要1年嘛。那国民党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机制，为什么？因为防止人头党员大量灌进来嘛。那民众党有没有？我不知道。那如果他连党员都不是，现在说因为那个全就由那个陈佩琪来处理，我的眉头都跟你一样皱了，你知道吗？即
使你今天加入政党，我不知道民进党如果加入民进党，你要能够选举党内那个党公职要有多久的时间？好歹也要有个4、5个月吧，要吧？1年啊，要1年嘛。那国民党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机制，为什么？因为防止人头党员大量灌进来嘛。那民众党有没有？我不知道。那如果他连党员都不是，现在说因为那个全就由陈佩琪来处理，我的眉头都跟你一样皱了，你知道吗？对啊。不是，好歹有秘书长，有全什么应变小组，就是对，应该是这个样吧。所以那你那个应变小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说法，说他们要该如何去处理这个。所以，我其实听到一个氛围，就是说，现在谁要出来开这一枪？当大家都在捍卫柯文哲的这个无罪啊。我们居然党内来讨论说，哎呀，柯文哲现在又被严压，怎么办啊？党不能一日无大人，没有啊，你们的大人都一直在，好不好？他不只是肉体在这边，然后精神跟你们在，他已经进化到就可以入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老实讲，因为我看到有说什么，包含江河树也出来拱说黄国昌要做代理的党主席。那你要先推翻那一个紧急应变小组才可以啊。OK， 那等于是黄国昌自己要来推翻自己，说，哎，不好意思，我紧急应变小组当时我们就过个场，现在换我来做代理党主席。我认为对黄国昌来讲，他既然把柯文哲捧到这么的高度你要他现在出来说，哎，好吧，那我就做代理党主席，我认为很难啊。我们要从上位来看民众党的战略现在就是把这一个整个案子，就算到了起诉，无论是只有图利，还是有包含那个贪污啊等等的。柯文哲这个就是一个司法破坏的案子，所以他们没有要去处理，在现阶段，处理柯文哲有没有办法继续担任党主席的事。可是对民众党来讲，现在面对一件事情是，柯文哲会不会继续的请假？我跟你讲我的判断，我认为我有嗅到一个氛围是，柯文哲有要继续请假。他继续请假的话，民众党不会乱。柯文哲不请假，代理党主席会是这一些中央委员互推。而江河树他的论述，我后来把它认真看清楚，他的论述是说，如果柯文哲没有请假，他们会继续挺他。可是如果柯文哲请假，他会挺黄国昌代理党主席。半年。我跟大家报告，无论这一段时间他是请假不请假，代理是谁代理，关键的决战点是2026年的这个明年底的真正的党主席，柯文哲还有1年多的任期。这1年多的任期结束之后，以现在的状况，柯文哲不太可能再继续选党主席。当然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小草就说还是要柯文哲当党主席，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是表面上挺柯，可是现在在布局的是后柯文哲时代的党主席任。所以无论是谁代理，我觉得重要性没这么高，是正式的党主席，柯文哲也只剩1年多。OK， 因为大家在讨论柯文哲柯主席进华城案所有这些过程，送过橘子是不是从日本跑到澳洲的同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也看到，包括民进党一些的朋友，包括像黄国昌总召他们也直接出来讲说，就讲什么橘子要不要到澳洲，会不会是要遮掩民进党的权贵，然后做汤啊，是不是做汤啊跑掉就陈菊了 ？OK， 那前高雄的副市长，然后台盐的董事长，这件事情。对，林涛，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很扯，对不对？我们觉得超级扯的。对啊，因为他是真的跑掉，因为现在看起来他真的人也不见了。对，他是贼汤啊，感觉就是我们感觉上好像是贼汤啊，偷渡走嘛。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扯的地方是10月23号南检申请羁押，10月24法院驳回。但是南检申请羁押的那一天，谢龙介在立法院质询法务部部长。跟他讲说，他有可能会落跑，因为他收到情资，业贼汤爱造，所以你们检警调一定要去护好。结果他呼吁之后，这个法院还是一样重放，而且无保请回啊！这么重大的案子无保请回，所以大家会不会质疑南院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定会的。那我们必须讲其实我觉得很持平讲，橘子跟这个陈启玉他们都是找不到人，然后。从这个证人变被告，然后都是4天通缉，我觉得这我都不讲了。但重点是为什么10月24号南院还给他重磅？人家已经提醒你了耶，所以我觉得很奇怪。第二个部分呢，我必须讲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抓不到人，检警调这3天说动员了数百人，去40个地方搜索，哇，一定要把他抓出来，找无，数百人去找无，然后现在发一个新闻稿说。那个民众你有看到，比如说好像在大阪看到橘子台湾你有地方有看到陈启玉这底下
你这个照片给你喽，这个民众，你有看到这陈启玉先生，请拨打专线0629597313-6900，是吗？前请掉这么多人，然后你现在要把责任推给民众，要拨打这个专线，我觉得实在太扯了，所以大家会怀疑，到底陈启玉他怎么神通广大，这么多的搜查，南院都给你重放，因为过去他担任陈局的整个高雄的竞选总干事，他也担任陈其迈2020跟2022的总督导，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横跨新潮流、扁系跟英系，所以你要讲他是要角，这个东西绝对逃不了，他就是要角。所以我说在哪里？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重回司法信心，那像吴育菲他被抓到是不法所得6000多万，他300多万交保，他很明显的是有图利的状况嘛，那谁图利他？所有包括陈吉仲这些政府官员全部都不押，没有一个押，2个小时放出去。所以如果陈启玉的案子是这样子，超市的案子是这样子，然后柯文哲是你还没找到金流，有图利啊，感觉有图利押，而且严押，那你怎么会唤起司法的信心呢？我先讲南院啊。就南院过去确实也有过记录，就是全台大扫黑，然后40张搜索票，检方要40张，结果南院40张全部驳回，其实那很不给检方面子啦，就全驳回。所以南院其实过去有经验是被检讨。那陈其玉这个案子，我讲一下，该被检讨就被检讨。那我说真的，至少我们民进党跟民众党态度完全不一样。我前几天为这个事情代表民主进步党正式跟大家讲我们态度啊，我说陈其玉我也认识啊，我说启玉大哥啊，可是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第一个，我们呼吁当事人诚实面对司法，应该果来面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陈其玉虽然已经退党，他是2023年就退党，可是他过去现在看到检方所调查的涉案期间，他有党籍身份，所以我们民进党廉政委员会也会立案调查。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廉政委员会就会议处。所以我们哪怕陈启玉都已经不是我们党员了，只是他在可能现在被检方调查，他可能有涉嫌这一些弊案的状况底下，还是党员，我们该负的责任，民进党也会负。我觉得这是态度的差别。OK， 但是这整件事对慧珍，大家听起来会，你也能够想象，包括黄长总为什么会讲说，你看这个。一个落跑了，另外你去压还严压这些拿去做一个对比，因为这个确实在同一个节骨眼上发生的一些的案子，一定会被拿来做这样的一些对照。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想说，台南是怎么会这样呢？就上次88枪也是在台南嘛，然后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放出去也是在台南，都已经涉及到这么重大的案子，而且他本身又是那个董事长，那有这个贪渎案件，然后你怎么可能会无保？就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说当天早上还在立法院有质询嘛，这有一个说法说他因为牵涉非常广哦，然后就说后面可能也有人哦，然后所以呢才会有导致这样的状况。那我当然就是要检调查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有一点不理解的一件事情，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电眼，我们每次那开车被抓得很凶的，结果现在一个通缉犯还要靠民众跨碟都会跨掉，打那个拨报电话，好像回到那一种什么早50年前那种，不理解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确实为什么现在赖清德的一个民调上。之前有一波冲高，后来现在慢慢回来，我觉得确实会让人家觉得说，感觉上绿色权贵，或者是说绿能这个部分的弊案，好像一直没有整个把整个底都抄干净的感觉。那在你这个没有抄干净的感觉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当然柯文哲大家还是当然要查到底啊，可是你其他的你也一样要查到底啊。但前几天不要说别的，那个财政部啊。发票啊，那个董有人中奖的那个，对，我跟你讲，尤其那个在年轻族群里面，大家讨论的超多的，很难想象。嘿，零，你知道吗？对啊，那个人到底是怎么中的？都那点，而且又全部都是中的，全部都是什么 Apple， 还有Dyson，对，那台我也很想要，好不好？就为什么我们都中不到啊？全部都你们在中，那你会搞到大家会觉得说，你连这个200块都不给我们机会，你知道吗？就是你们整个吃干抹净到你都不给我们机会，然后财政部官员还出来说什么？说啊这个公开透明啊，而且还有律师在场见证，见这个鬼啊！他一开始写程式就把你弄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小看这种东西。我觉得不要去
小看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还有超市，其实超市大家也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一点一滴起来哦，会变成是压倒，也不要说压倒啦，就是说大家会为什么对于这个赖清德可能民调慢慢又往下掉，其实蛮关键原因。OK， 我们大家会关心所有相关从金华城，然后刚才看到说像陈菊这些的案子，然后所有这一些你会关心。全球现在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因为今天是11月4号嘛，慧珍是你告诉我，他们现在两个人选情到底怎么样？因为我看了很多篇从国内到国外的报道，对，每种报道啊，当然大部分看到好像川普的声势确实有攀上来，对，是不是真的他当选的几率会变得比较大？对，但是那个焦灼，尤其那几个摇摆州，真的现在川普真的占优势。现在大家讲7个摇摆州，7个摇摆州里面看起来哦，现在就是说，好像就是川普都是赢贺锦丽哦，而且整体支持度有达到49，那贺锦丽大概是47啊，给起恭喜咱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对啊，对。那其实，在贺锦丽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竟然在爱荷华州哦，这原本向来是共和党的红州，对，然后现在竟然说，发现做出来已经开始追上了，甚至之前本来他是落后10几个百分点，那时候还是拜登的时候，拜登输川普输了很多，也是10几个百分点，现在竟然好像是有点伯仲之间，所以他们想说，如果连这个部分都有机会的话，那搞不好爱荷华州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变哦，可以翻盘的。那我跟你讲，现在是我快被笑死，因为所有的媒体现在都出现有点气急攻心，你知道吗？像那个纽约时报直接很批，就说川普啊，就直接骂说这个人是威胁到我们美国民主啊，绝对不能再选他。他上一次的时候就已经有没有就是保拍掉就直接要宾德啊，就是说保输掉不认账啊，还要差点冲到国会里面去啊。他说这一次更可怕，如果再让他当选的话，他可能连帮他踩刹车，上次踩刹车是彭斯，他这一次没有彭斯了，那可能更可怕。那我觉得 economics 也蛮有趣的，因为 economics 本来对他本来之前的一个民调出来结果，其实都是没有特别押宝，然后就说突然之间好像是在2个礼拜之前就说啊川普赢了，感觉已经领先了，所以他们才开始押宝，然后他们直接表态，如果我手上有这一票的话，我会投给贺锦丽。那为什么？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上2016年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俄乌大战，整个世界是和平的，现在这个世界是处于一个战争，而且事实上危机四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不能要一个不可确定性那么高的一个川普，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有很多的其他，可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他们就表态之后，隔一个礼拜，现在又告诉我说，好像感觉起来，贺锦丽有在某一些州有起来，我请问讲说你现在是假民调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可以确定一件事，因为实在是太焦灼了，所以几乎都是一个礼拜这样变动起来，其实还蛮大。而且美国的媒体非常有趣，对，在国内如果选举的话，大家会希望媒体尽量不要去太明显的要的。美国不是，对，你不表态，然后会被很多人骂，然后讲说你为什么不表态？你传统上，譬如像纽时刚讲，纽时传统上他就是反对川普嘛，他是民主党或什么，结果还有传统上本来会表态的，这一次不表态。被骂到臭头，对，就是那个华盛顿邮报，然后这个华盛顿邮报，他从1970几年上次表态卡特之后，是不是之后几乎每一次都表态，就是民主党，就他这次竟然不表态，是，然后就有人说。一定是那个贝佐斯，他发现代志大条啊，因为川普可能真的会当选，川普当选的话可能会给你算总账，所以这个时间点就说不表态。我告诉你，我看你家报纸看几十年，你不表态就是读者表态，读者听说是退订，退20几万还是多少？20几万还是多少？反正就1/10啦。是啊，就说退了1/10，我真的是觉得实在太好笑，所以后来因为他们退了1/10，对不对？代志大条，所以他们现在怎样？他们用另外一招，哪一招呢？我的这个新的新闻推播的全部都是骂川普的。变相表态，变相表态，就是说，就是把那个所有骂川普新闻都排比较前面。然后现在共和党这个部分啊，就是票差爱荷华州有没有倒戈，然后那个川普就气，所以那个川普现在的说法就是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胜券在握，唯一有可能阻止我会赢得胜选的，就是他们做这个搞鬼。不过现在最主要关键点还是在看宾州啦，因为宾州最重要，它是有19张选举人票，如果拿下宾州，应该就可以拿下天下。OK， 范老师，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大家会关心的，川普或是贺锦丽当选，像我们一定最关心的是两岸之间会不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变化嘛，或是谁当选对我们会比较有利嘛？您自己在看完所有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你的判断会怎么样？
其实这一次台湾对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说实在，大家并不是很关注。因为当然是柯文哲的重要性比较大了哈。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因为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他们的政策都是一致的，就是反中，而且他们的做法当然有所差别了。川普当然用更强大的这个经济制裁，贺锦丽要结合周边的国家，所以对台湾来讲就觉得那个焦虑感没有那么重。虽然川普说我们要买保险，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很多人说，其实买保险也算蛮划算的，因为韩国他们跟跟美国达到共识，就明年他们要付给美国的这个费用是为这个从2005年的1.4兆韩元增加到1.5兆韩元，大概是台币364亿。那我们明年的政府总预算是3兆，大概只占1%了。有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划算啊。而且我们明年的这个国防预算是相当的高啊，是6470亿。那如果我们只花了364亿给美国当保护费的话，那我们好不好可以少一点这个军事支出嘛？对，因为而且韩国它的费用会这样，是因为韩国跟北韩是土地接壤，所以他们需要大概6470亿。我们台湾因为有台湾海峡，可能只要1半的价钱。所以我后来很多人算一算，还蛮划算的。而且韩国跟这个美国是有签防御条约，如果我们要跟美国要缴保护费，我要签防御条约啊，要驻军啊，对不对？那1979年当时中共跟美国建交的条件3条件，一个是断交，跟台湾断交；第二个撤管；第三毁约。什么约？就是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如果川普说这个你们要缴保护费，那我们还得重新这个这个要有约定啊，权利义务关系啊。那美国是要重新驻军。OK， 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个中国，我想他们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哎呦，毛骨悚然啊。我们台湾因为有台湾海峡，可能只要1半的价钱。所以我后来很多人算一算，还蛮划算的。而且韩国跟这个美国是有签防御条约，如果我们要跟美国要缴保护费，我要签防御条约啊，要驻军啊，对不对？那1979年当时中共跟美国建交的条件3条件，一个是断交，跟台湾断交；第二个撤管；第三毁约。什么约？就是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如果川普说这个你们要缴保护费，那我们还得重新这个这个要有约定啊，权利义务关系啊。那美国是要重新驻军。OK， 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个中国，我想他们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哎呦，毛骨悚然啊。那当然了，他有说台积电的问题，台湾赚了太多这个，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帮美国制造，整个的设计其实是在美国嘛。问题是你说把现在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第一个。他光是现在是靠台湾的老员工在撑呢，美国的员工怎么可能给你24小时手机都开机，随时去工厂去支援？美国不可能嘛。在美国生产的晶片的成本因为比台湾高很多嘛，所以我认为川普现在讲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选举语言。OK，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次的选举对台湾来讲，不像当初202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台湾大部分人都支持川普 ，OK， 因为川普这个还挺台湾啦，跟蔡英文通电话啦，又派2个内阁部长2个来台湾访问啦，还提供台湾这个相当多的疫苗，但是那个焦虑是很高的。他甚至这种拜登可能比较不亲台，就我们看到也没有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大家没有那么焦虑，我觉得反而是好的。OK， 那将军可不可以告诉我，因为俄乌战争大家一直在讲，甚会有传讲就是已经要进入谈判阶段或什么，可是现在其他帮助俄罗斯的，包括北韩、车臣。派兵越来越多，然后当然有一个比较遗憾不幸的消息，是我们有一个退役的特战士官，他也是到乌克兰去，是。那后来媒体讯息出来是战死，那所以这些讯息对整个俄乌战争未来的判断，是真的会很快落幕了吗？我们期盼俄乌战争和平落幕，可是你说乌克兰想不想？想啊，重点在于俄罗斯。俄罗斯说我也愿意跟你谈，但是你要切多少地给我，那就没得谈了嘛。哪有这种事的？我要跟你和平谈判，然后我还要切地给你，那乌克兰说那就打吧。那打到现在，大家可以看俄罗斯不断的有北韩有车臣的人要增加，要跟他征兵，这表示什么？不够用。俄罗斯自己的
士兵不够用，自己的战争资源不够用，所以才会跟北韩、跟车臣来希望能协助。那么乌克兰目前他自己在征兵16万，自己自己征兵。乌克兰哪那么多人啊？乌克兰的人应该没有俄罗斯多吧？对啊。那为什么乌克兰可以自己征兵16万？因为乌克兰有很多自由世界在支持他。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在打。那么我要回讲到你看北韩叫这些人去干什么？北韩去了，预计要去88000人呢。北韩8万吗？他预化，我看他讲说是超过1万左右。他预化还有88000人准备投入，预化了，目前1万多。那为什么他要投这么多人进去？而且车臣也派8万，对，车臣派84000。北韩说他派了1万多，他预化还要再投入88000人，为什么？战争经验。你知道车臣是没办法，车臣是被普丁养大的，他必须要给。而北韩金小胖所图的是什么？他们很久没有作战，他希望他的士兵有战争经验。那老的当然不会去，老的知道会去会出人命嘛，叫小的去，又瘦又小又年轻。那回来的人，他的战争经验可以延续30年呢。你派个50岁的去，回来30年就挂了。所以他派年轻的去，他要的是战争经验，所以这很不人道。那么那当然中国就讲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那中国为什么不派？你知道吗？中国也想派，可是没人要去。你知道，你只要到中国各大城市，你看看他们那种街头访问他说，如果要派你增援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你要不要去？他说那是大人的事，跟我无关。你是做什么职业？我农人啊，我连那个支付宝的那个权利都不够用了，你叫我去当兵没有道理。OK， 所以中国没人要去。我回讲到台湾这一位吴姓的这位到乌克兰去，为了乌克兰的战争而捐躯的这一位这是第2位，第一位27岁，这一位45岁吧，大家记得45他已经除役了。按照我们国家的兵役政策，他已经除役了。他为什么要去？他是第2次去，他第1次受了伤回来，然后过完年之后他又去，在机场被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听了真的是蛮动容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他说：“我们生来就享有自由民主，现在该是我们为自由民主付出一点力量的时候。”然后他说：“如果我在乌克兰发生任何的问题，即使阵亡，不要来接我，让我留在那边。”这叫什么？你知道？这叫很多军人会唱一首军歌啊，“男儿立志在沙场，马革裹尸气豪壮”，就是这样。你不要来看我，你看我被打成那样，亲人伤心，对不对？我自愿要去的，就在战场上让我跟战场的尘土结为一体。他的目的是说，我希望为民主尽一分力。那么我其实这段时间我接触了很多从乌克兰作战过回来的士兵，他在讲什么？你知道？他说我要把我在乌克兰学到的所有第一线的与敌人交战的状况，我愿意传授给中华民国的军队。那其实有很多后备单位也请他们去做分享。这就是一个实战经验，这就是一个气魄。所以很多人说，台湾人为什么要往那边走？我觉得我刚才把这位吴先生已故的战士，他离开机场讲的话，我生来就享有民主自由，我希望我能够为民主自由付出一点贡献。OK，乌克兰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和平的落幕？那当然，在全球来讲的话，现在所有发生战争的地方，因为美国在大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连结性？那美国大选，那前期投票已经有大概7000多万人已经投过票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明天正式投票开始，那到最后开票，美国开票不像我们，好不好？你不要觉得就我们投完以后2个小时以内，然后你还在看新闻面对面的时候，然后投票结果就已经出来了，没有，好吧？他们开票要开很久。那但是最后到底谁能够入主白宫，跟全球又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